俄乌冲突打成了美国想要的样子，超强美元收割世界，中国成了唯一反抗的希望。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随着俄乌冲突的长期化，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危机最终引发了一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未能打残俄罗斯的经济，反而给西方自己带来严重的通胀。但是最先扛不住的还是那些经济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国家，包括斯里兰卡的破产。而这场危机现在正在变成美国想要的样子，美元正在利用其超强的地位来收割世界。过去1年，美元对全球主要的货币的兑换率大幅上涨，最近触及到了20年来未见的水平。它对英镑上涨了 15%， 对欧元上涨了 16%， 对日元上涨了 23%。 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其价值的变化对整个全球经济都有影响。美国正在把国内美元放水所带来的危机传输到了全世界。首先，美国为了压制其国内的通胀，就会利用强势美元推升全球的通胀。汽油和金属或木材等大多数的商品通常以美元交易，因此当美元走强时，这些物品以当地的货币计算的成本就更高。当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升时，许多产品的价格对消费者和企业来说都会上涨，从而导致全球的通货膨胀。而唯一的例外是美国，美元走强使进口消费品变得更便宜，因此有助于抑制其通货膨胀。第二，以美元计价的贷款国将会更容易破产。以斯里兰卡为例，其主权负债因为美元的升值就会直接上涨近 30%， 从而给本国人民带来严重困难。第三，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推动去全球化。由于美元走强，其他国家就会减少购买美国产品，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接近每年1万亿美元。防止贸易逆差扩大的最快的办法就是对进口商品征税。其他国家倾向于对这种保护主义进行报复，对美国产品增加自己的税收和其他障碍。现在去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开始，美元走强加剧了保护主义的政治势头，并威胁到全球贸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因此很可能会成为受害者。第四，欧元区被收割，也可能会爆发经济危机。欧洲一些较弱的成员国借贷成本将会进一步的提高。如果局势失控，一场全球性的经济灾难就有可能爆发。比如，意大利是世界第9大经济体，其政府的债务高达 GDP 的 150%。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塞浦路斯等成员国也同样脆弱。总体来看，超强美元是俄乌冲突爆发，美国充分利用其地缘政治危机、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而带来的后果。超强美元有助于美国将国内的通胀转移到国外，再一次收割全世界。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现实。当全世界都担心经济衰退时，美元依然是一个经典的避风港。现在欧元受俄乌冲突的打击，英镑受脱欧的打击，日元受老龄化和经济停滞的影响，只有人民币才有底气对美元保持足够的强势。对世界经济来说，持续的高通胀将迫使美国的利率持续上升，再加上战争和主权债务违约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冲击，可能会使美元保持高位。强势美元对困难时期的回应，也是美国收割全世界的需要。中国要反抗美元的收割，必须保持国内经济增长和国内市场的足够活力，利用这个乱世增加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元导致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中国就可以通过增加对美出口商品的价格，最后再把通胀传导回美国。中国前6个月亮丽的出口数据证明，全球反抗美元收割的办法不多，真正的希望还要看中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